文艺小性感，毕加索利。这幅实在是太丑了，我一看就知道是谁了。你们是不是合伙来搞我的？他连手都不给他画，释放想象。最丑的 MVP。本期呢，跟上一期一样，还是有外援福利的成员，野兽派还有仁义派。限定时间讲述自己的话，还有这个故事。然后看到岸上有一个帅哥，然后他就回去找女巫。这个是一头狼，怀孕的狼，导演不要笑。是一个安静可爱的。天哪，你的良心不会痛吗？公主你俯首于天齐，老秦今天脱发，老秦今天又黑啦，老秦今天胖胖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ING Home， 我是今天的 MC 许昕小 V。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一身的打扮，有没有洋溢着一种艺术的气息？艺术本人。好，现在让我们从这边开始，让我们所有的成员依次做一个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 SNG 女团的成员林慧，你们可以叫我哈哈。那我今天不会 freestyle 了，我觉得今天我应该跟我自己的这个衣服风格还有形象定位。当海风吹过我的面颊，找到我的发，远方的你是否会想起我的姓名？大家好，我是3G的队长秦宇，他可以叫我老秦。我们可以开始出了吗？下一个，再见。大家好，我是 SNG 里面的大画家蒋胜。为什么？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我从来都不骗人的。好了，下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 SNG 女团成员吴瑶，你们的大漂亮啊！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请期待我的话。什么时候我们的自我介绍可以不要这么的浮夸就好了？就是让我来一个实诚的。好，开始你的表演。大家好，我是文艺小性感，毕加索利，你们的陈丽。毕加索利怎么了？鼓掌。算了，名字不重要啊，名字只是一个代号。我是我们村最美的那枝花，村花。好，大家好，我是 SNG 的边丽边边。既然这么多不同画风的艺术范儿都在这里，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其中谁是神来之笔，谁是灵魂画手。粉丝们呢也要根据成员的表现进行投票，我们会根据粉丝们的投票进行全能偶像排行榜的积分，最后一期节目积分最高的成员可以得到一份神秘大礼。现在我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读书的时候上过的美术课最高分，你们得了几分？其实我们美术课是没有打分的，但是我高中的时候学的是美术专业。哇！怎么之前从来没听你说过呢？因为就是没什么天赋，所以对美术方面没什么天赋，所以来了女团做音乐嘛。我就不一样了，我先来垮一下。我呢，一节美术课都没有上过。哇，你们村真的是太你们村太穷了，所有的美术课都换成了数学课、英语课、语文课。所以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上过美术课的人来说，我一会儿画的那个画就是必须得给我加50分。那这样子，我刚刚问你们问题呢，是想看你们的画工如何嘛？你们也看到了，在我旁边的这幅画不是我啊，就是我们这里放着7幅画像，这7个画像呢都是我们之前准备好的，就是每一个成员画的。那大家现在看到我旁边这幅画，你们猜一下这画的是谁？那就从我开始吧。就首先他眼睛特别的大，然后在我们团眼睛最大的一个是哈哈，一个是大姚，他们两个眼珠真的特别大。然后呢，他有刘海，大姚是没有刘海的，所以我就把大姚给排除掉了。所以最后我的答案是哈哈。你们呢？你们都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不？就是首先它的发量特别多，然后呢，其次它是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征2个特征就是哈哈了，因为哈哈拍照就是这样子。不，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认为这幅画是我吗？为什么？点睛之笔没有啊。我知道是什么，是芝麻。对呀。我们先看一下画的人是不是你，不行，先看不严谨，是不是你不了解我。唉，是哈哈吗？很遗憾告诉大家，这个画的是哈哈，但是我们要揪出这个
没有画这颗痣的人是谁？哈哈，你来说，你觉得谁这么不了解你？你说吧。以这个画风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大姚啊，就是特别的粗糙。你对我的话是不是有误解？我跟你说，我告诉你，我画的那幅绝对是原图 copy， 有点抽象派。你们够了，我听不下去了。你干哈？这个是我画的。告诉我那颗痣被你吃了吗？对不起，那个痣我实在没看到。我是有真相的，我给你们看。我特地把手机拿了过来。这个痣实在是太小了是吧？太小了。哈哈，送给你了。哎呀，这份礼太大了，我收不下，太重，哇，太重。我们看下一幅，我随机抽的。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太吓我了！吓到！天哪！我们好像没有戴牙套的成员吧？我觉得有一点像大姚。我不想，我也觉得有点像。你就认了吧。就是意思是我呗。对，这幅画大姚，恭喜。那个谁画的出来，我们商量一下，走，谁画的出来？你有10颗牙齿。我跟你讲，标准的微笑就是露出上面的10颗牙齿。不是8颗吗？是8颗。你知道吗？这幅画是大姚，它决定性的因素其实是在它这个刘海旁边留一撮。如果是边妈的话，她刘海一般都是全部夹到后面去的。现在我们的大姚同学，你来猜猜这幅画是谁画的？已经排除了他。大姚，你相信我，就是那个天赋不好的。你看，是你有一个漏洞。刚刚我说露10颗牙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标准的微笑就是露出上面的10颗牙齿。哦，对，哈哈，你跟我说一下，这个嘴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我是想说，就是你笑得很好看，大笑的大姚，对，恭喜，送你了。我们看一幅横的。我好像知道是谁。我一看就知道是谁。这幅实在是太丑了，我一看都知道是谁了。让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吧。好，1、2、3，齐我觉得就是给我个机会猜一下，就是人家都说你心里想什么就画什么嘛，对不对？那所以你们都觉得我黑，你们是不是合伙来搞我的？我从来没觉得你黑过，在我心中你特别白。所以我画的是哈哈。你们可以用真诚的眼神看我一眼吗？我看看。我首先解释一下，我原来画的没有那么黑，是谁给我2次加工了？谁？我原来非常的严谨，因为于酱他肯定会涂粉底嘛，所以就不会有那么黑。所以脸呢就是没有那么黑，但是脖子我是很黑。你要好好休息了。你看你的眼袋那么重，这是卧蚕。哎，他被画成这样也算了，哈哈在旁边一刀。哦，那是脏，应该是很久没洗澡。那个头发我都能数得出有多少根，刚做完纹眉。你看你的眼袋那么重，你看我笑得多开心啊！等，我现在决定我不先看他，我怕被吓到。我又被吓到了。这个画得很好哎，还蛮像的。这个其实挺像的。这个绝对是画的最好的，看的就很像。其实这个也不用大家猜了吧，就是我本人。对，因为全团就我一个短发的。但是我想问，我的痣去哪了？去了上面额头，我看到了。哎，我可以猜一下吗？你猜？就是明明画成这个样子，但是有一个人一直在说好看的，真的画得很好这个绝对是画的最好的细节，对吧？服装都给你画出来，我是真的觉得画的好看，不管是谁画的。不是，这肯定是你画的，不是，我都憋不住笑了。你还骗我，这就是你画的。我要给大家看那个图片，我跟你说，绝对是完美，是不是很像？好像好。我跟你说，你知道我画完之后有多自豪吗？我把你的发饰都画出来了，我画的绝对是原图 copy， 是不是很像？画的最好的，完美。哎，这个有点。这个法令纹，这个痣，这个颈纹，颈纹就是7老8十了。我觉得那颗痣才是最明显的提示吧。变妈妈。这个画不是
他能够被认出来，不是因为他画的有多好，是因为这个照片大家都看过。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画的真的不是我，我打死都不会承认的。主要你不觉得画的人很花心思吗？你看字都给你画出来了，是所有的细节都给你画出来了，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人家呢？不，我想知道这是谁画的？当然是画最好的人画的呀，当然是我呀。编吗？收下你的，走吧。谢谢你的奶奶。我们来看一下这幅，我扫了一眼啊，我觉得这幅最丑。这是我们的成员吗？优化的是哪个工作人员？谁？我知道是谁，我也知道是谁。我抓到了细节，这个脸有点长，死鱼眼，然后这个刘海有一点分叉，要哭了。其实就剩2我觉个了嘛。得就是丽丽。这个画画的人他特别的简洁，他连手都不给他画。其实我知道是谁，因为昨天他在画之前，他是一直吹捧，他说他画我画得很好，这是我看到最丑的一幅。这个眼神，怎么画这么好？什么不敢承认的？就是我，就是我。不是真的，我为了证明一下，我确实用心画了。我麻烦 MC 把这幅画反过来看一下，我的就是出成品是什么样子的。听说他还画了2幅，不要看出成品，你会更生气的。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来自 S.I.G 女团成员边莉的灵魂画手之手。这个额头连住了鼻子，他是个纸片人吗？不是，人都有，不能这么短。人都有第一次，对不对？第一次的时候，咱们就要释放想象。莉莉想杀比一下，是不是很像？没有，在我心中你真的很美。然后用手推手特别长，翘鼻特别大，樱桃小嘴，这个叫表情丰富。呵呵。剩下最后的一幅画，万众期待。大家猜猜是谁？哇，好难我知道好难猜是谁呀？我觉得这幅画真的挺完美的。我也觉得不错，我也觉得完美，是挺不错的。其实我刚刚还在说他标那个什么东南西北干嘛，然后我就想到银河以北，这是银河，这是北。对，但是其实指南针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了，找不到路是吗？对，它路痴嘛。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造型吗？对啊，这是心动刘海，微博头像，我照着他的头像画的。在我们进行下一个游戏环节之前呢，我们刚刚看了每一个成员的画，可能单幅画来看呢都挺好看的，然后合在一起看那是非常的好看。现在我们来统一看一下，来亮起来。这个场面里面，我觉得最抢眼的还是莉莉手上举的。最抢眼代表什么？别说了，全场 MVP 投，给我投。最丑的 MVP。我们来选出就是你们觉得画的最好的一个人，但你们要慎重，因为接下来你们选出来的这个人呢，在接下来的游戏环节，他可以优先选择成员跟他组成一队。我选他，我选他，我选他。实事求是好不好？我也选我自己。不觉得这幅画很好吗？你们快选啊你！哎，算了，我选他。我也选于酱。好，根据大家的意愿，我们选出了于酱，是我们今天画的最好的一个。于酱，你现在有一个特权，你可以在我们这些人除了我以外，选择2名成员作为你的队员，那剩下的人就自动形成一个组。于酱，看看画工，你不会突然觉得我那幅很好吗？看看，哎呀，看看我的，看看我的画工，你看我那个侧面多么清澈，非常直。哼。于酱，虽然我画的不好，但是我的脑子很好。你看我给你细节那些，如果有要细节的东西，我肯定就给你。让我先把小呆呆选走吧。我选边莉，因为我觉得就是看这么多画，虽然他那幅画的就是有点，哎，你懂的。不是，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画的还是有点直击灵魂。那现在我们于酱还有蒋生还有边莉是一组，然后我们的陈丽、吴瑶还有林慧是第2组。我们本期呢跟上一期一样，还是有外援福利的成员，有请我们的练习生，我们的野兽派风格，杨纯。Don't
move fast, make you think you're drinking. Head to the flow, don't collect that dough. You better huddle up, cause the beat's so cold. Pop that, cock and reload. This another hit, I got an ace in the hole. Boys on my back, player, did you pick that? You got a small stack, player, you can keep that. I'm a Big Mac, make you wanna eat that. Like, yak it to the yak. Jump in the trunk, make you...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说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刚刚呢，在我们就是看了我们其他7位成员的画之后，今天我们的这2位练习生也带来了他们的画作，让我们来欣赏一下画作。哇，对，期待。哎，我们刚刚的野兽派还有文艺派，先看我们的野兽派，哎，来。哎，这是啥？真的很野耶！盲猜野兽的爪子。野兽派杨晨，掌声鼓励，谢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文艺派李雨露的作品。哇！哎，我有个问题，画的是你自己吗？不是啊，对不起我觉得像一个 QQ 头像。现在我来讲一下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好长哦。将这个字顺序分配好，而不是呈现在画稿。接着验就比谁更有默契，圆满结局都来比一比。不能交流，不能作弊，看谁故事更贴有逻辑。完美完整的故事打动你，奖品拿走拿走，不客气。请抽取你们的故事。你抽，来吧，没关系，你抽，是一个故事而已，随便抽。好，别给他们看。哇！嘿，我们看一下抽到的是什么故事。咦呀呸！小红帽。小红帽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有一天呢，她要去找她的外婆，可是她走在路上就碰见了狼，于是呢就告诉了那匹狼，她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狼听了之后，就跑到了小红帽的外婆家里。您现在收看的是《小红帽》。这个是小红帽，你们看出来的哈。然后他手上提了一个小篮子，里面装的都是橘子。然后他走在这种森林小路上，那一般森林里面就会有不同的野兽嘛，对吧？然后这时候就有一只大灰狼想要吃掉小红帽。然后故事里面嘛，外婆是生了病的，所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于是她站在了床上。好，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哦，你刚刚说到哪儿？他在去的路上啊，去的路上。好，你看我画了这么多，好多小猪佩奇哦。这个是一头狼，怎么回事？他都说了啊呜。所以他当时画的时候，我以为你们抽错了，抽的是小猪佩奇的故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那个鼻孔特别像猪油。不要打扰，他这个狼是不是跟着他到了家？然后你再看啊，他吃了谁呢？他吃了小红帽的外婆，然后跟小红帽在那儿，啊，就说了这些话。对，说完之后他就把它给吃了。吃了之后呢，然后他就你看伪装成这个小红帽，他戴了那个小红帽的帽子，小红帽外婆的帽子，然后他就出来了。然后他想回家了，高高兴兴的回家，没想到遇到了这个手拿枪的猎人啊，然后继续。你都画到他碰到猎人了，我怎么接呀？这个画的顺序啊，先说一下是这样看的，这样看过来啊。好，然后大灰狼他吃完了人很开心，就走在路上，结果远远的，真的是非常远远的看见了前面有个猎人，他有点害怕，他就打道回府了。
睡着了，然后猎人就出来了，他说：“咦，这里有个房子，这是什么房子？”然后猎人就过去看，他说：“咦，怎么回事？这个房子里头怎么会有呼噜声呢？”我去看看，他就爬到了窗口，结果这个呼噜声越来越大了。猎人往窗口里头一看，结果看到室内有一只怀孕的狼，有一只狼双胞胎。根据他作为一个猎人啊，根据他的经验来判断，他觉得这个狼肯定是吃人了。天哪，肚子好大，它吃人了！我要去救人。然后他就走过去，然后开始敲门，叩叩叩，有人吗？狼说没有人。叩叩叩，有人吗？没人。然后这个时候呢，怎么有人还过来敲门呢？我这才刚刚吃了人，又有人过来送死了。然后他就想去开门了，然后结果这个时候猎人已经把他的枪上好了膛，打算要打他了。最后这一幕，因为就是小朋友看的故事，画面太过血腥，所以我就没有画了。你们自己想想，肯定那个狼就被那个猎人打死了。但是不能想象，交给这个大朋友来，交给这个大朋友。我作为最后一个，我画的这幅画呢，就是无论他们怎么讲，我都能够接上这个故事。好的，是空白的。不，我的其实就很简洁。这个故事的结尾怎么样呢？结尾就是他们狼外婆得救了，狼外婆得救，狼肚子里的那个外婆得救了，然后和小红帽重新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如此完美的 ending。我有问题，同组有问题。好，这个猎人怎么不见了？你解释了半天，最后就是你这个结尾，你这幅画就只有一句话，就是小红帽和他的外婆从此幸福的生活在。对，从此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还有一个疑问，你画太阳也可以，画云也可以，蚊子也可以，画个太，这里是写个圆周率是什么东西？什么圆周率啊？你不知道那个海鸥吗？它是倒着飞的吗？不是，可能这个鸟它飞着飞着，它想来一个，就是我知道，想来一个托马斯坦。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这位杨纯同学，他的画我是给了2分的，因为我觉得真的画得很好。然后我们来开个最高分、最低分，最低分在哪呢？哎，最低分出现在这儿，我们继续看一下。你这个裁判太不公正了，看一下，而且你不公正。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给自己打了1分，你知道吗？不是，这1分是给你们所有人的。啊，你不要是吧？那划掉吧。他意思是说这1分是送给我们的表达能力。你就抽这个。好的。哪个不想抽来哪个？海的女儿。从前呢，就是在一片非常美丽的大海里面，它有一个美人鱼。然后呢，在她15岁的时候啊，她到水面上去看了一下，然后呢，看到了一个就是被人捅了一刀的王子。然后呢，美人鱼她就救了他，因为她很善良嘛。然后呢，她救了他之后，她就爱上了他。您现在收看的是《海的女儿》。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期待这个海的女儿的故事会被他们改写成什么样子？来，当当当当。我要讲的是，他从海底浮上来休息的时候，然后看到岸上有一个帅哥，就是我们的王子男主角。王子变帅哥。然后美人鱼说：“哇，好帅呀！”这是你。对，就是因为美人鱼在海底，应该是没有见到男人的，就是没有很帅的男人，所以他就看到了岸上的王子，就很喜欢。然后呢，他就很想去接近这个王子。对，反正他就找了一个人，然后他想要找他拿药，然后想就是变成一双腿，然后去和王子见面。然后他现在是准备去找的路上。对，没有错。然后呢，他要在海里面思考一下，他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看，然后呢，他就
想要去找那个王子，结果他在找那个王子的途中呢，就发现王子遇难了，遇到了危险。你看，就是剑，然后还流着血，是吧？他就救了那个王子，然后呢，他就爱上了那个王子。可是他有鱼尾怎么办？他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嘛。然后他就回去找女巫。你看，这是他的斗篷，斗篷是红色的，这是女巫。导演不要笑，导演不要笑。他就找那个女巫，问他一个关子怎么办呢？然后女巫就告诉他，你要就是去除了这个鱼尾嘛，才能够上岸找那个王子跟他相爱。于是呢，他就把自己的那个鱼尾给砍断了。你那个女巫怕是在棺材里头沉睡了千年了。哪有？好，我们看下一位选手怎么接。来。然后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红色的呢就是海的女儿，她；然后黑色的就是王子，然后呢，这个就是女巫。但是他就想，他这么帅，那怎么办呢？为了他不得已就得剪掉他的那个尾巴。我忘了他是拿匕首还是什么的，然后我给了他一瓶毒。对，接上了。喝了，喝了之后，你看它本来黄色的是有尾巴吧，红色的就变成腿了，就没有了尾巴。然后没有尾巴呢，他就想去上岸去找他。这个绿色呢，就是他的新婚的妻子，他看到了，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要跟他结婚。紫色的这个就是婚纱，我写了，我怕你们看不懂。然后呢，他知道了之后，他就很难过，然后他就想说，那怎么办呢？他就只能去找女巫，然后女巫告诉他要杀了他，他的尾巴才能回来。你看，他就想去杀他。然后呢，他去杀他，他真的很不忍心。你看，他都哭了，你看眼睛带着泪水，1颗、2颗、3颗、4颗，不忍心，好可怕，染了色那个泪水。没办法，你说他爱他，爱情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所以呢，他就想为了他也没办法，就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回到了海里。然后就到了我这边，他就去找了女巫。然后他这里就拿了一把刀给美人鱼，让他一定要杀了王子，捅到他的心里，他才能就是，然后他给了他7天的时间，然后你看他回到了岸上，这条船就是王子跟他新婚的妻子。然后他不忍心，后来他就化成了泡沫，这里就是泡沫。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要跟他结婚，这是王子跟他新婚的妻子。然后女巫告诉他要杀了他，让他一定要杀了王子，真的很不忍心。你看他都哭了。然后他不忍心，后来他就化成了泡沫。这个故事让我知道了。这个海的女儿里面的女巫很忙，特别的忙。他就要去找到这个海底的这个女巫，然后他就回去找女巫，他就只能去找女巫，他就去找了女巫，找女巫，找女巫，找女巫。不，主要是这样子的。我刚刚说了，我最喜欢哈哈那幅画嘛，而且哈哈也讲的挺好的，开头没什么难的嘛，开头其实挺好讲的，所以我给哈哈是1.5分。然后呢，丽丽这边呢是讲的也是挺好的，然后逻辑也蛮清晰的，就是这个画有点吓到我，很清晰，所以我给了你1分。然后大姚这边呢，他虽然画的也挺好的，但是他讲呢，就是没有你跟他的之间的衔接呢，没有那么的。因为你刚刚讲完之后，你又从头要再说了一遍，你没有发现吗？话多了，话太多了。对，1分。这边呢是一个只有7秒记忆的美人鱼，对，他又重复了一次去见女巫的这个故事。那我只给他的话呢是0.5分。但现在我觉得你们有点太可怜了，而且我有点害怕。故事分是多少啊？小贝，我给你们1分吧。出的人是有奖励的哦。什么奖励呀？这个奖励呢，就是你们将得到今天全场的画作为奖励。送给你，不要，送给你。你这样别说我
们又到了这个电话连线的环节了。没错，这次好像游戏规则有点不一样哎。就是今天我们要引导接电话的朋友说出平板上的关键词，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难度又升级了。关键是我们还要连线，横的、斜的、竖的都可以。对，那我先来了吧。好，我要连线的这个人叫做2月居士99。喂，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是宝宝。喂，请问你是谁？喂，我是你的好朋友啊，你不记得我吗？是谁啊？你是一起跟我玩吃鸡的朋友吗？哦，原来你有吃鸡的朋友。你跟多少小姐姐一起玩吃鸡了？就2个，你是苏苏吗？我不是苏苏，他不是苏苏，他是瑶瑶。啊，哎，我是做效果呢。其实一来我就大但是 Hello， 就是我们在录那个我们的团奏，然后呢，就是我们团呐有很多歌都很好听，你觉得哪一首最好听呢？我想一想哈，我觉得刚刚发布的一首歌比较好听，叫《闹元宵》啊。除了《闹元宵》，我觉得过年期间还有首歌，我觉得也很好听。对，叫什么来着？团团圆圆。对，团团圆圆。对。哎，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吧，你也知道，就是平常我最喜欢就是去学那些很好玩的那些东西。然后你觉得就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你记得吧？小二哥曾经还写过。就是编过那个鬼畜，你记得叫什么来着？啊，好嗨哟！哦，对。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是一个安静可爱的。天哪，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旁边是鱼酱吗？我听不出来。你再说一次，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猜一下我是谁？你要猜不对，你要说你自己笨笨的哦。好难啊，听不出来。边边吗？对，不是。他没怎么说话，我怎么听啊？我怎么听出来？就是既然你没猜出来刚才，那你形容一下你自己，用几个词形容你自己吧，就比较笨一点呐。比如说，啊，我好蠢，我好傻。啊，对，哇，他说了。怎么了？对，快给我贴上。他说的是我好傻，那你把好字去掉。我傻，再加一个字。我傻瓜。你傻，可以是吧？哦，不难为你。就是其实我们在玩一个游戏，然后呢，我们俩要计时，对，计时谁先连线。那谢谢你喽。然后怎么说呢？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祝你亲爱的好不走心的歌唱。我也祝一下你们。好，你祝福我们什么？你可以说。15闹元宵，锣鼓喧天真热闹，耍龙灯舞狮子放鞭炮，扭秧歌滑旱船踩高跷，每个人心里都乐淘淘，乐淘淘。谢谢。那祝你工作顺利哦，拜拜。好的，拜拜，拜拜，大家漂亮，拜拜，拜拜，比心，拜拜。好，我要选他的 ID 名叫新时代萤火虫，名字上就赢了。喂，你好。我是 SNG 的边丽边边。真的吗？是的，不是真的，是真的。我跟你讲，现在呢，他是工作人员。你听我讲，就是现在你就是这个幸运儿。今天我拨通了你的电话，你给我挂了吧。然后接下来我就是想考一下，你最近就是跟时代有没有接上轨？就是之前有一部很火的剧叫《延禧攻略》，然后就是从那一部剧里面出来的。不好意思，我没看。哇，朋友你很优秀哎。OK fine。你知道吧？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 SNG 有一首歌很红，然后呢，大家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团团圆圆。真棒。是我们刚出的歌。然后就是我下面给你唱一首歌，
就是你说我喜欢三了西，我多了一个 G， 就像 A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这首歌叫什么什么来着？听过，突然想不起来。就是就是什么少女来着呢？不知道。佛系少女。好的，就是老秦他平时很爱说一句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还说，嘿呦，今天老秦怎么样？老秦今天脱发，呵呵，老秦今天又黑了，呵呵，老秦今天胖胖的。我不管了，我现在要直接提醒你了，就是26个英文字母，第一个字母是什么？我跟你说，你不要按正常的思维。对，然后现在呢，我们在这个 A 的前面加一个汉字。你猜猜我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大声的说出我的名字，猜我谁？你竟然不认得我，我伤心了。我的天哪！除了非常呢，我们还平时汉语中还有一个词，就说 Oh my god！ 比如说我今天好开心，然后我还可以说我今天一个字什么开心？感觉人生已经感很开心。对。他说很开心，很开心。然后呢，现在我们把这个字第一个字和刚刚那个字母 A 连在一起。哦，完美 ，perfect。OK， 今天的赢家就是我。好的，他犯规了。你是在套路我吗？你知道旁边刚刚那个一直扰乱我们游戏的人是谁吗？是彤彤啊。挂掉，再见。这个电话给我永远的消失，完全删掉。这样对待我们的粉丝，你不能这样。就是其实我旁边这个人呢，就是那个人见人爱，车见车爆胎的大漂亮。这不是大姚吗？对呀，就是他。好的，那咱们下次就不要再联系了，再联系，就彻底封杀这个号码吧。然后希望你可以继续多多支持我们的3季，祝你生活愉快。一定会的。好的，拜拜。拜拜。拜拜。好的，就是我现在特别好奇我的用时到底是多少呢？让我们来询问一下我们的导演。便利本来犯规了要加10秒的，但是根据它的最终时间，我就不加了。它的时间也是35秒，但是前面是4分钟。哎，时间过得可真快。本季的 SING Home 陪伴粉丝们走过6周的时间了，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了。让他们先哭一会儿。对，浮夸。这6周我们向大家呢展示了我们的运动小宇宙，还有我们的默契，还有我们的私服搭配，还有我们的购物车，还有我们的用词习惯。期待下一季 SIG 的归来，大家一起期待吧！